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太空爱好者们。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在火星上生存的挑战，以及科学家们如何努力为未来居民建造一个安全的栖息地。火星，一个美丽但危险的星球，试图对我们造成威胁，但凭借最新的科学发现，我们正在努力克服它的危险。让我们深入了解细节。设想一下，你是一名火星地质学家，在壮丽的奥林帕斯山采集火山岩样本时，你的通讯器发出警报，提示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一种致命的看不见的太阳风暴即将来临，无法飞奔回到火星车，所以你和你的同伴不得不部署一个紧急避难所。火星接收的背景辐射约是地球的38倍，太阳耀斑让情况更加严重。为了对抗这一点，第一批火星人可能会居住在地下掩体中，由数米厚的土壤或水箱保护。水可以提供屏蔽作用，但使用土壤更有意义，因为它需要较少的厚度来降低辐射水平。在火星上生存的关键是及时探测到即将到来的太阳风暴，就像地球上有龙卷风预警系统一样，火星人将依赖太空天气预报。地质科学教授布鲁斯·雅克斯基建议，在恶劣的风暴期间，火星人应该撤退到地下室，而那些被困在地表的人必须原地躲避。这些风暴的辐射在几分钟内就可能致命，长期暴露还可能导致健康问题，包括癌症。在火星上生活并不容易，火星的大气成分中 95% 是二氧化碳，温度范围从摄氏21度到零下120度，居民需要适应。幸运的是，由于核动力基地上蒸汽普遍存在，他们将可以洗热水澡。然而，由于温差引起的季节性风暴可能会带来携带有毒高氯酸盐的危险沙尘暴，这种尘土对健康构成威胁，如果被摄入可能会有害。对于生存来说，最关键的资源之一是水。最近的火星任务揭示了地下冰和大气中水蒸气的存在。人们正在研发巧妙的技术，以提取、收集和净化这些水，供人类饮用和支持农业。这意味着水不会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稀缺。最近的研究表明，土豆和某些藻类等植物只要加压到 0.7 个大气压，就可以在火星这种大气中茁壮成长。借助光合作用，这些植物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为我们提供潜在的呼吸空气甚至可持续的食物供应。为了更好地了解火星的天气， NASA 的毅力号火星车于2021年带着火星环境动力学分析仪抵达火星。这套天气传感器记录关键数据，如尘埃水平、风速、大气压力、湿度和辐射。将毅力号的结果与其他火星探测器的洞察力结合起来，将有助于科学家更好地预测火星的天气模式。火星上的另一个挑战是其引力，仅为地球的 38%。我们的身体将如何适应这种巨大的变化？在微重力条件下进行的研究显示，大脑、肌肉和心脏细胞甚至有机体的基因组都会发生变化。火星居民可能会面临类似的适应性变化，这仍然是正在进行研究的课题。在火星上长期生活无疑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但别担心，人类适应的研究正在进行中。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在长期太空旅行中的影响，以了解如何减轻健康风险，保持身心健康。随着岁月的流逝，第一批火星人居住的地下结构正在演变成独立的栖息地。这些未来主义的建筑使用混合增强玄武岩纤维和聚乳酸的 3D 打印技术制造。这些建筑物采用双壳层的热塑性材料，以抵御严酷的环境。它们通过地下隧道相互连接。想象一下，利用行星自身的资源制造工具、备用零件，甚至栖息地。这项技术有望在实现自给自足和减少星际任务负载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这些栖息地的目标不仅仅是生存，还包括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这些建筑物设计成圆柱形，以提高承压能力并最大化室内空间。内墙窗户和水填充的屋顶将自然阳光引入建筑物内部，创造更愉悦的居住体验。进一步展望未来，对火星环境进行整体改造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尽管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但将火星变成更类似地球的环境的前景令人震撼。一些概念涉及释放温室气体，增加大气厚度和升温火星，从而可能再次使液态水流动。谁能想到呢？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可能会漫步在火星花园中。我们将在下期，也就是火星之旅的最后一期节目中详细讨论这一个想法可行性。随着今天旅程的结束，显而易见的是，在火星上生存需要创新、毅力和国际合作。正在取得的发现和创新真是令人称奇。尽管挑战艰巨，但人类探索和在家园星球以外定居的动力继续推动着人类边界的扩展。我们将共同使在火星上生存，甚至生活成为现实。如果你和我一样兴奋，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观看，下次再见。